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在几乎所有人的印象中，普通系的宝可梦一般都不怎么厉害。那么一般系的传说的宝可梦又是怎样的呢？雷吉奇卡斯。雷吉奇卡斯是3圣柱的老大，直到第4世代才被设计出来。虽然它的种族高达670，但是因为坑爹特性的原因，实力就不怎么强了。他在动画中表现也只能说很一般。在奇拉蒂娜与冰空的花束解密剧场版中，当冰川崩塌之时，沉睡的雷吉奇卡斯苏醒，带领着一大群象牙猪阻止坍塌。在 DP 127集中，他在切风神殿被猎人 J 唤醒，因为有人出高价捕获他，于是 J 与其展开激战。不知是他太弱，还是 J 的暴飞龙太强，竟一时不分胜负。另外，在光环的超魔神胡帕中，他被胡帕召唤出来，与杰克罗姆和莱西拉姆一起加工大胡帕，但是没有效果，后来被胡帕用圆环传送回其他地方。2美洛耶塔。美洛耶塔身上充满着音乐的元素，比如她的头发就是五线谱，她的眼睛和手还有头饰都是音符。虽然长得像个少女，但是她是没有性别的。当美洛耶塔使用古代之歌的时候，她的形态会转变，头发折叠之后颜色变褐色，并且由原本的一般超能系转变为一般格斗系，武功速度大幅度上升。动画中，美洛耶塔生活在海底遗迹中，因为外敌原因，他一直隐居在森林中，后来却被火箭队盯上。在被小智救下后，美洛耶塔就一直暗中跟随小智。在 BW 85集中，他发了高烧，冠军竹篮负责照顾他。此时水水塔居然喜欢上了这只没有性别的宝可梦。之后他一直跟随小智，直到 BW 97集，版本将其抓走，利用他的歌声唤出显形镜，并让3银神变成灵兽形态。最终在小智等人的努力下，美洛耶塔被救出，火箭队计划也随之破灭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和小智告别了。3阿尔宙斯。普通形态的阿尔宙斯是一般属性，携带不同属性的石板或者积成金会变成相应的属性，但在游戏中不能随意切换。不计算 Mega 进化和极巨化，游戏中阿尔宙斯是种族值最高的宝可梦，其6项全是120，可见其强悍的战斗力，但目前可能说不上最强了。剧场版阿尔宙斯超克的时空就是介绍阿尔宙斯的。阿尔宙斯为拯救这个世界挺身而出，挡下了超巨大的陨石，但他也因此体力耗尽倒下。阿尔宙斯四散的石板给许多地方带来了生机，而本作重要角色达摩斯所在的国家较为贫瘠，于是他希望阿尔宙斯赐给他生命之源，并承诺在夜食之日归还。日子将近，达摩斯的手下却起了贪念，于是将其控制，并且攻击阿尔宙斯。愤怒的阿尔宙斯开始大肆破坏，而且还影响了小智这个时空。为了改变命运，蒂亚卢卡将小智一行人送回过去，最终将生命之源还给阿尔宙斯，才平息了他的怒火。4银半战兽。银半战兽是以太基金会制造出来的，注意它的分类也属于传说宝可梦，被誉为低配版的阿尔宙斯。它的6项数值都为95，可以通过存储碟改变属性。动画中银半战兽是格拉吉欧的宝可梦，与游戏剧情经历类似，它在遇到究极异兽会变得暴躁。此外，格拉吉欧在联盟赛和路边对战中多次使用银半战兽，他能够打败小智的美露美塔，但是面对皮神还是败下阵来。好玩的是，他明明是以太基金会制造出来的，按照道理说也就只有日月有，剑盾游戏中居然有他的数据，并且是白送的，这个我没看懂 GF 是怎么想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一般系的传说宝可梦啦。可以看到一般系的传说宝可梦也是很强的，比如创世神、